2004年6月1日中午12点15分，佐世保大久保小学的钟声响起，一间无人的自习室里进入2个小女生，一个坐着，一个站着。站着的小女生开口说了一句：“你很糟糕。”下一秒，她用左手捂住对方的眼睛，右手拿起美工刀往脖子刺下去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对方不再动为止。而这名加害者只有11岁，至今仍是日本史上最年轻的杀人者。或许日本社会、媒体与专家称其为社会安全网失守的被害者，而称本案为没有加害者的悲剧。Hello， 欢迎来到小角落。1997年，14岁的酒鬼蔷薇圣斗，血淋淋的威胁震撼日本。2000年随即修法，将刑法适用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。2004年，一名穿着帽 T、满身血迹的11岁可爱少女上了社会新闻。名为南巴大烫的暗黑角色，甚至席卷了欧美的网络论坛。因为这名少女，日本少年法再度修改，将未满12岁的孩子纳入少年院的收容范围。释法年龄一修再修，难道恶真的是天生的吗？石菜斋家住在佐世保偏远山区，每天搭巴士上下学。2岁那年，父亲脑梗塞倒下，母亲成为家中主要经济来源，从小又祖母带大，大部分的时间一个人玩，一个人看电视，与父母没有太多的互动。在大家眼中，她是个可爱又认真的小女孩。案发后，精神鉴定指出，她很少哭泣，情绪表达被动，对他们的理解也比较迟缓，可能与幼年缺乏父母陪伴有关。石菜斋在校成绩普通，课堂上积极参与，老师评价很高，称赞他认真，态度良好。遇到不会的事，反复练习到会为止的精神，被周遭人记得很清楚。正义感强烈，但有点固执，觉得错的事就是错的，无法容忍。虽然喜欢一个人沉思或发呆，但也会主动询问老师。人际关系没有大问题。曾经有一个地方让他发光，迷你篮球社。他很努力，也很投入，差点成为正式选手。那里让他被需要，被肯定。但小学5年级，父母让他退出了，原因很合理，成绩退步了，练习到太晚，回家夜路不安全。但这个决定夺走了他唯一的归属。他对同学抱怨，想继续打，但被父母逼退。被迫退出后，他性格巨变，变得暴躁、孤立，把时间转移到网络。他和好朋友玉手洗怜美及其他3位同学一起在网络上写交换日记。原本的好朋友直到一个小小的争执，谁可以使用 Next 换谁写，开始有了裂痕。又因为游戏中怜美一句你很重的玩笑，开始吵架，升级到了网络霸凌。留言板上的坏话删了再写，又删又写，一次一次没有停止。对11岁的石菜菜来说，网络留言板上的恶言是可以删除的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能手动删除。他不是在杀死一个人，而是在清理一个恶意代码。11岁，极端二元思维，世界只有对错，没有算了。加上固执的个性，无法容忍，原本认真永不放弃的精神，也变成执着复仇。2004年6月1日12点15分，他把怜美带到自习室，拉上窗帘让她坐下，捂住她的眼睛，然后动手。血迹喷溅，满地血泊，全身被血浸湿。他没有立刻离开，在现场等待，直到确认对方死亡。12点30分，老师正在找人，看到他满身是血，关心询问。他回答：“这不是我的血。”很快，他被冠以少女 A 的代称，史上最小的凶手头衔，引起媒体争相报道，姓名、照片开始出现在电视上。一个穿着 Navena 帽 T 的女孩出现在观众眼前，带起一股诡异的风潮。
人类拿帽 T 卖到缺货，开始有 cosplay 少女 A 的活动，甚至还有同人作品出现，并延烧到欧美的网络论坛。有妹把她变成一个暗黑角色，被模仿、被消费、被喜欢，但同时真正死去的那个孩子却慢慢被遗忘。石菜在喜好偏向暴力与黑暗的题材，他非常喜欢《大逃杀》这本小说，并把班上同学当成故事主角，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创小说。此外，他也十分沉迷当时相当知名的恐怖 Flash 游戏《红色房间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案发前一天晚上，他观看 TVS 电视剧《陪酒女侦探前居印法》第6集，剧中出现了美工刀杀人的画面。石菜在说，因为看了这部电视剧，才决定用美工刀犯案。这些作品很明显不符合石菜在这个年纪。不过，这也是面临生存问题的无可奈何。生病的父亲撑起家计的母亲，又祖母带大石菜斋，功能失调的家庭，石菜斋是受疼爱的，因为怕无聊，特地给他买了电脑，没想到却成了导火线。案发后，大量媒体报道，石菜姐姐高中退学，与母亲、祖母一起离开佐世保，父亲独留在佐世保，尽管身体状况不好，也维持1个月一封的谢罪信给受害者家属。婚姻脑梗塞后遗症复发，入院治疗，谢罪信才中断。石菜斋被警方逮捕后，进入家事法庭审查。在历经3个多月后，2004年9月，医师鉴定发现石菜斋似乎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问题。在感情认知方面，石菜斋对于愤怒多次表现出回避与攻击2种不同的人格。情绪方面也被认定有较迟缓的现象，但也没有严重到出现生活障碍。最终判决石菜斋被限制行动自由最长2年，并移送至访木县国立主文陆川学院。2006年，法院认为他的改造计划并未完成，又延长了2年，到2008年才将其释放。玉手喜家3年前才失去妈妈，现在又失去一个女儿，悲伤笼罩。此时二哥群的凶手喊话：你现在可能不知道自己做多可怕的事，等你懂了，如果你想道歉，随时都可以来。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等不到的道歉，却想给自己一个如果有一天的期盼，不是宽恕，而是遗嘱在悲痛中不想让自己被仇恨吞没的坚强。20年过去了，大久保小学自事件发生后，每年6月1日都会举办名为凝视生命集会，教育学生守护生命。如今石菜斋33岁了，没人知道他现在的姓名及生活，他如何一般人般的生活着。这起案件最可怕的从来不是11岁盐的杀人，而是他的一切都很日常，反而更凸显大人安全网失守的这个问题。问题或许不是孩子为什么会变成恶魔，而是当他需要的时候，大人在哪里？今天的事件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，欢迎按赞订阅哦，也邀请大家留言跟我们聊聊你的看法。小角落，我们下次见。欢迎再到小角落。